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NS1899 数控编程里面的这个坐标系的一个设置。那 NS1899 它对于之前的版本有一些更新哈，特别是在编程模块的一些这个界面上有了重大的更新。那整体的话，如果是一些初学者的话，那么使用起来可能会有一点不习惯啊。那今天我们主要的来看一下如何利用这个 NS1899 创建一个程序，然后对它进行设置一些参数。OK， 那首先的话，这是我创建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模型啊。那第一步我们切换到加工模块。那么切换到加工模块，你有两种方式。第一种，通过这种应用模块里面去选择啊，点击加工。那你也可以通过这里的这个快捷键 Ctrl+Alt 加 M 这种方式切换到加工模块。那我通常是选择第二种。那进来以后，那有的时候它可能会有这种菜单，并不是你所想要的，你可以点击这里的这个程序顺序视图，或者是说点击这个啊。那点击程序顺序视图的话，是切换到程序的文件夹啊。那你点击这边，这个时候切换的是对应的才是几何体视图的这一个界面。那 NS1899 相对于我们之前的这个 NS1872 或者是1888，那它的坐标系有了两个啊。第一个是 MCS Main， 这个其实就是对应我们之前版本里面的这个主要的坐标系啊。那这个 MCS Local 的话，其实一般都是他们两个是关联的啊。那因为当你双击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你可以看一下，当你双击的时候，这边的话也还是一样的指定机床坐标系啊。那这边它是主要的啊，那如果是局部的那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正常都是主要的啊，主要的它正常输出的就是 G54的。夹击偏置你注意一下，这一般是它现在是0嘛啊，正常我们也是看情况去啊。如果是说你的这个后处理输出器的代码并不是我们正常用的 G54的话，那你这里可能是需要更改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就默认不改它啊，它也可以是1哈。你可以对比一下之前的版本。那我打开这个 NS8.5 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在 NS8.5 里面，它这个地方我们设的这个地方啊，这边可以是主要的啊，你也可以是局部的啊，但是它这个夹击偏置是1的啊，所以这个关键跟你的后处理有关系啊。一般情况我们也是设成主要的，然后这里是1啊，或者是多少，一般是1的啊，注意一下。所以他们这个还是有些区别的啊，所以我们这里你也给它设成1就可以了啊。然后这里的设置啊，或者是说别的这个描述啊、选项啊，这些基本上跟我们是没什么关系的啊。我们只需要设置主要里面的第一个机床坐标系，还有这个安全平面。那安全平面的话，点击平面，设定你的零件的最高面，或者是说你的夹击的最高面都可以啊，哪一个高选哪一个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需要设置我们的这个 workpiece 啊。那我们双击 workpiece， 点击指定这个部件结合体，点击确定。那毛胚我们选择包容块的方式，点击确定。那其他的我们不用设置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 workpiece 右键插入工序啊，然后呢我们随便选一个啊，就假设我们选择的是不含壁的底面加工啊，点击确定。那这个时候第一步主要我们是需要设置这个刀具的啊。那我们从上到下一个个来设置。第一步我们刀具设置一下，我们设置一下平底刀啊，我们设置 D16 的平底刀啊，直径是16啊，确定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指定我们的这个加工的区域。那假设我现在只需要加工这个区域，我们选择顶部面。那切削模式跟最终底面的移量，根据具体的需要去设置。如果需要精加工，你可以给它设定一个移量。那部件移量这里要注意一下，这是侧壁的啊，
其实我们只加工底部啊，注意一下，不含壁的底面加工，它只加工底面啊，它的壁这里就不用设了啊。那这里毛坯的话，这里是 3D IPW，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。我们正常这个，因为我们其实只有一个啊，并没有别的工序嘛啊，当前。所以你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，待会要切换一下。你如果不切换的话，这里是会产生报警的啊。那布局的话，刀具平直百分比其实跟我们之前参数是一样的啊。那平面直径75%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每刀的切削深度，那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设定啊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这个毛坯我们还是给它设定一下，选择这个厚度啊，然后就是3毫米，假设这个3毫米，然后呢，这个是0嘛，然后这个是每刀的深度是1毫米，就是3刀加工完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这个几何体。OK， 那几何体设置的话，我们就默认继承这个 workpiece， 那你也可以继承这个 MCS local 啊。那如果继承 MCS local 的话，那他们就是一个继承一个的啊，像楼梯一样的。那刀具的设置啊，正常只是需要设置我们这个刀轴就可以了，垂直于 ZM 轴。那进给和转速只需要设定主轴和切削的进给力。那切削区域主要的就是说，你是需要这个范围，你是需要只加工底面呢，还是需要这个让它延伸到部件轮廓？那如果延伸到部件轮廓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是加工这个一小区域了。那我们就选择延伸到部件轮廓。那根据这个加工的形状是底面的这种方式。那是否要精确定位？那这个就看具体的情况了。这个因为我们是加工的底面，正常是不需要的啊。如果你是侧壁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是需要这种啊侧列。我们看一下侧列主要是就是类似于这个我们切削参数的一些内容啊，就是一个是切削方向，然后呢切削角啊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就不需要更改这个角度了。那其他的参数基本上也不需要更改。那这凸角这边你可以根据具体的需要是延伸还是修剪都可以啊。那它现在已经把它的默认改成延伸并修剪了。那原先的话它是绕对象滚动的啊。那连接这边主要是非切削的一些切削参数里面的这个连接啊。那这边我们一般情况是切削的啊。那非切削移动它这边有设了一个单独的一个选项。那这边的话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已经把它的开放区域放在第一位了，那封闭区域放在下面来了。那这边我们就直接设成开放区域的线性啊。那因为不使分封闭区域，我们就把这个封闭区域设成与开放区域相同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加工这个零件的顶部面就直接选定了这个进刀的模式。那长度的话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根据刀具的一个具体情况啊，高度我们可以设成1毫米。那这个地方我们设成5啊，那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设大一点点。我们设成一个，因为我们是16的刀嘛，可以设成8或者是8.5都可以啊，因为这里是毫米的。那推刀我们就不用设了，因为跟进刀相同。那转移快速这边我们要设一下，就是说如果你有多层，你要考虑一下在区域内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这个前移平面的一个设置。那避让我们不需要设置。那其他的地方我们其实已经不需要设定了，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生成这个刀具路径了。OK， 那这个时候它就已经生成了我们想要的这个程序。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验证一下。那因为我们顶部并没有毛坯啊，所以你这里其实是看不出来它加工的材料。如果你想要让它看出来，那么你必须要在几何体的这个毛坯里面在这个 workpiece 里面把它的毛坯进行一个设定，3毫米，确定，然后呢再把它生成
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导轨的一个确认啊。那其实你会发现这个 NS1899的话，它已经对很多的这种图标已经做了一些更新啊。那整个如果是新手的话，可能看起来整个就是有点懵哈。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仿真确认的一个效果啊。OK， 那也是3道，因为我们并没有设移量啊，所以如果你需要对它设置移量的话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给它设定一下它的这个移量啊，这样子的话，你这个加工的时候就可以给它一个精加工的一个程序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移量的一个设置啊，这边主要是这边进行一个移量的设置啊。那因为我们它是底面的加工嘛，如果你需要设移量，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设一个移量 0.5 或者是说 0.2 这种啊，直接生成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时候它最终就会留一个精加工的移量。那它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啊，可以看到这里是有设移量。那你如果需要精加工的话，你其实只需要复制这个当前的工序，对它进行一个设置就可以了啊。那这个时候你其实这边的每道接销深度就可以变成0了，就相当于它只加工了1道哈。那这个时候就是它的一个，我们让它生成一下，每道接销深度0。OK， 那其实你要注意一下，它有的时候它这个就是你计算以后，你会发现它还是跟这个原来的这个导轨路径一样的，就是说并不是一层。那很多情况是因为你本身这个没有刷新这个页面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如果是需要精加工的话，底面移量是0，这个毛坯移量底面的毛坯移量设成3个毫米，那每道接销深度设成0啊，这种是可以的。这种是在你相当于1刀加工了 0.2 的这个余量啊。那你如果是说要多刀的话，那么你这里只能把这个设成 0.2， 这里设成 0.1， 进行一个分层加工啊，只能是这种方式哈。那这种最终的结果就是这种生成2刀的一个加工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个不含 B 的底面加工在编程中最常用的参数的一些设置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简单介绍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视频右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拜拜。